观众老爷们，下午晚上好，我是倪家的汉堡。上期的阴谋办公室内突然出现的小布夺走了小丽的位置，但在俩人解决了贾总统后，又和好如初，准备一同管理团队。正如贾总统所说的那样，小丽舍不得自己的毕生心血，没有毁掉贾总统，而是将他作为研究对象，存放在地下最深处的禁地内，并不厌其烦地研究起贾总统。显然，儿子是斗不过妈的。贾总统屡屡在小丽跟前碰壁，管理人类神秘现象、掩藏真相的乌合之众小队，在小丽和小布的带领下蒸蒸日上。在一群人最倾全力将真贾总统事件遗忘时，上司 JR 发来噩耗，之前贾总统项目是公司的财政超负荷了，经营团对公司失误不满，停止了部分投资， JR 只能取消黑胶唱片的杂音，停止麦田怪圈的开发，但这还不能够挽回岌岌可危的金钱，所以部门内决定裁掉一个人。虽然小布答应的很快，可他从未做过裁人这种坏事，一离开会议室就紧张的呕吐。小布认为反正要裁员，不如就把自己这个没干正事的裁了，可他一个无薪实习生能值几个钱？见小布脱口一句经验就是无价的薪资，机械臂怜悯地摸了摸他的脑袋。小丽本打算先瞒下这件事，可小布紧张过度，一进门就说漏了嘴，乌合之众小队乱作一团，没人想离开这个岗位。小丽看着快打起来的几人，立刻发言表示自己还没有做出决定，随后就带着小布离开了办公室。4名队员纷纷抱怨起来。这时蘑菇麦克声称自己一定要留在这里，哪怕是用尽手段拍小丽的马屁。随后众人纷纷附和，可小丽并不准备将他们开除，而是将手伸向了其他部门。因为部门大裁减， JR 还砍掉了人体器官克隆，喝坏肝脏继续换新的兰德不爽了，他决定和 JR 好好谈谈。小丽穿过人与动物杂交实验室，在和克隆实验室的负责人交流时，发现这地方存放了很多基因备份，全部都在巨大的冷冻箱内低温保存。负责人告诉小布，这些东西遇到热量会变得不稳定。一旁的小丽不慎失手，被复制了一只手臂出来，临走前她带上了手臂出门。而两人的最后一站则是暗杀部，负责人就是暗杀了肯尼迪的男人草蛋阿特金森。小布激动地问起枪杀肯尼迪的原因，草蛋却说肯尼迪和外星人发生了关系，并且还怀了孕，他只能在蛋孵出来前解决了他。不过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接过任务了，而且工资比 JR 还高。随即 JR 瞬间就同意了将他炒掉的事情。这下乌合之众小队呆住了，还没等小丽宣布这个喜讯，他突然发现以往十分难管的员工，现在为了不被炒鱿鱼，正想尽办法讨好自己，这让小丽十分受用。琪琪带着小丽和小布参加了公关部，见识了小黄人的话语被放慢后的玄机。为了讨好小丽，琪琪大费周章，甚至用新闻去夸赞小丽的马尾。剩下的3人也是如此，他们强迫自己去听小丽一点都不好笑的笑话，并主动邀请小丽去唱歌，这是小丽从未有过的待遇，受欢迎程度简直比得上小布了。另一边，因为 JR 叫停了人体克隆实验，兰德拿不到肾脏克隆，愤怒的在网上曝光了 JR 戴假发在荡秋千的时候鸡飞蛋打的事情。不但如此，他还嘲笑了 JR 的搞笑喜剧，但 JR 却不能直接攻击兰德，因为他手中还有大量显影公司的股份，一旦杀了兰德，股份将会落到他的前妻多美子身上，这可不行。 JR 视财如命，可兰德发出去的视频已经在公司传开了。 JR 接到了兰德的电话，对方表示只要愿意给他肾，他愿意拿任何东西去交换，包括显影公司的股份。 JR 没想到以往善于算计人心的家伙，如今却变成这颓废模样，于是他计上心头。另一边，高歌一曲之后，小丽享受着以往只有小布能体验的待遇，不过这种欺骗手段用不长久，小布陪着他骗了队友好几次。小丽想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，是时候该宣布真相了。乌合之众开心的等来了不用离职的消息，可在得知被开除的人是草蛋的时候，整个小队一下翻脸，因为草蛋是整个显影公司最受欢迎的人，他们4人曾经在草蛋的劝导下才获得新生。因为这一个开除举动，小丽遭到了队友的排挤，就连最受欢迎的小布也被牵连，从小布甜甜变成破芭比男娃。品尝过被捧起的滋味，小丽已经回不去了，她要想办法证明草蛋值得高薪水的存在，要将草蛋带回公司只有一个办法。于是她联合小布一起行动，小布负责通知草蛋，小丽则去克隆实验室放出肯尼迪克隆体。而就在小丽转身的时候，那个克隆体放出了更多的肯尼迪，小丽瞬间遭到了包围，肯尼迪们将她塞进冰柜，并释放出了所有克隆实验室的人类，导致艾薇儿和猫王的克隆体满世界乱跑。小布找到草蛋说肯尼迪的克隆体失控逃脱了，草蛋举枪射击，但因人老力衰，这一枪并没有瞄准肯尼迪，偏偏枪内的子弹还清空了。小布只好拿出喷雾点火烧掉肯尼迪，但他却忘了这些克隆体一旦接触热量就会彻底暴走。面对异形肯尼迪，草蛋让
小布先跑，自己却被变异的肯尼迪抓住，小布只好100米冲刺，和冷冻室内自救成功的小丽碰头，保安立刻封闭了公司。眼见变异肯尼迪穷追不舍，小丽意识到这玩意儿一旦逃脱，变异膨胀的身躯在进化中就会吞噬整个纽约。她一边要求小布保密，一边将他带进了存放假总统的禁地。没想到禁室内，琪琪等人正怒气冲冲地看着小丽。原来他的失手让琪琪他们混了进来，并抓住了把柄，发现了他在下方悄悄饲养反社会心理的假总统。置换蘑菇强烈谴责小丽，饲养杀人倾向的假总统，最该离职的人是小丽才对。小丽白眼一翻，之前他离职1周不到，公司就崩溃了。但当务之急是先解决楼层上方的异形肯尼迪。小丽让安德烈合成化合物溶解异形，能杀死人的化合物，安德烈几年前就弄出来了，还卖给了孟山都赚了外快。小丽又真用了格兰的海豚气孔，并让麦克假装诱饵勾引肯尼迪。计划安排妥当，苦于没有地图，于是假总统给了他一份地图，并保证绝对不是为了逃跑记下来的。于是格兰一拍墙面，弹出武器库，几人拿了武器，只剩下一把枪在里面。小丽怀疑假总统会不会故意引诱他们上当，但现在他也没得选，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视财如命的 JR 去见了兰德，没想到兰德在酒精戒断之后，精明的头脑又回来了，利用 JR 当初丢人的小视频做威胁。JR 不但赔了新鲜肾脏，又被坑了一波公司股份。另一边，显影公司内部，麦克披上了玛丽莲梦露的皮肤，在大厅唱歌演出异形肯尼迪。麦克吓得惊声尖叫，小丽开车载着他引开异形。奇迹见这恐怖画面，光想着牡丹花下死了，扑倒小布就连啃数口。安德烈注射好化学合成物，格兰纵身一跃，从气孔吐出液体，肯尼迪庞大的身躯瞬间膨胀炸毁，只剩下一个脑袋。他顺着螃蟹腿就想逃跑，却被草弹一枪毙命。众人欢呼着将草弹举起来庆祝。被薅了羊毛的 JR 回到公司，问小丽开除了草弹没有。小丽果断说自己真正的计划其实不是开除，而是清除克隆部损耗大量冷冻费用的克隆人，这确实省下了一大笔钱。JR 高兴地问小丽是怎么想到的。麦克本打算告状禁地的假总统，最后在小丽的注视下，他又改口夸赞小丽是个优秀领导，两边达成了制衡关系。于是草弹再一次成了办公室英雄。不过这次小丽却明白人气不重要，重要的还得看有没有人支持自己。小丽带着自己的克隆手回家，并给他如今的精英爹带了肯尼迪的新鲜肾脏。父女俩一个收获了支持，一个坑了 JR， 喝着小酒畅谈人生。之后为了奖励假总统给地图，小丽还给他找了份礼物，当然不是假总统心心念念的机器人身体，而是老友记的光盘。假总统觉得这毫无价值，但没有想到有公司花了1个亿买下了他的版权，金钱的味道使假总统迅速沦陷。办公室特权和受欢迎的人一直都是职场经久不变的话题，职场本身就是一个略带勾心斗角的地方，所以对人际关系也就格外的看重。但仔细想想，当一个公司的员工优秀与否不是看业绩和成效，而是光凭人际关系鉴定，那这个公司也就半只脚跨进了凉凉的区域了。本集篇章也有不少彩蛋，克隆实验室内冷冻了很多人物，譬如出现过的艾薇儿和猫王。艾薇儿对应的是外网谣传的03年之后真正的艾薇儿就死了，活下来的这个只是替身。然后就是麦克假扮玛丽莲梦露引诱肯尼迪，而且唱的歌曲还是生日歌。梦露确实登台为肯尼迪献唱过生日歌，对应了2人有染的传闻。另外，琪琪带小丽参观公关部时，屏幕上出现的黑人拒绝表情包和男友回头表情包也是点中点中点了。当然，剧里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彩蛋，就不一一细说了。观众老爷们感兴趣补番时可以找找彩蛋，也不失为一种乐趣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